好，我是娜，今天要继续上一集11天10夜东京近郊不回头的搭车方式。这集箱根交通会比较复杂，而且用乘换案内有失灵的状况，所以建议大家收好保存，之后再回头看才不会找不到。那首先要介绍的是从河口湖车站到箱根，沿路会经过山中湖，还会看到不同角度的富士山，而且离富士山非常的近，非常壮观。接下来我会搭配 Google Map 的地图街景和照片的方式，方便大家理解。现在我们看到的地图位置是河口湖车站，乘车的站牌在面对车站的右手边6号站牌。如果你不是搭乘高速巴士直达御电场奥莱的话，是不需要提前购票的。这条路线没有什么人搭乘，几乎都是当地居民，上车直接刷西瓜卡就可以了。车资大约是1700日元多一点，时刻表在这里，记得截图保存。那这个时间我当天搭乘的时候是7点半，但是乘换案内的时间写的是7点，时间上就有落差。那实际来的车子也是7点半，所以如果大家不太放心的话，我建议还是提早到会比较好。河口湖御电场这条路线到达御电场站以后，我们要走到车站的另外一面银女口，到银女口乘车，所以这个时间可以很好的衔接箱根的顶山巴士。这边要注意的是，我这次去箱根玩有发现，箱根的巴士时刻表虽然写有到某一站，但实际来的车是没有到达的。时刻表上面虽然会有标记星期几会停驶或延驶到哪一站，但是我个人实际搭乘后发现是有出入的，不确定说是不是因为时刻表刚刚有调整，所以有 lost 掉的状况。那建议大家车子来的时候，就是先做2件事情，就是第一点就是先看巴士车头上的跑马灯写往哪一站，那第二点就是跟司机确认好要去的站有没有到。那我解释一下，就是银女口到箱根是没有问题的，但是我当天搭乘的时候，时刻表跟路线写到原箱根港，但是实际来的车子只有到桃园台。桃园台是转搭海贼船跟缆车的站，所以不影响大家乘车。但是如果你只考虑一日游，而且确定登山巴士有直达原箱根港的话，我会比较推荐你从原箱根港开始玩，这样子路线会比较顺。我这次购买自由券在箱根待3天2夜，路线的话是桃园台到原箱根港，我住在原箱根港那边的背包客栈，接着到箱根神社，再坐海盗船回来桃园台，然后再搭登山缆车到大永谷，到早云山转登山电车，再到强罗，然后再到箱根汤本。箱根汤本那边再搭登山巴士回来原箱根港。大家不用担心说转换交通工具会很麻烦，因为它的交通工具就是一站下来接着另外一个交通工具。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周游券的购票方式，因为我是从御电场进去，不会往返小吉田或新宿，没有实际使用过，所以这边只讲解单纯购买周游券的部分。网页点选进来之后，我们选箱根周游券这个选项，往下滑后可以接着按下一步。如果还没有账号的话，要先注册账号，因为你到时候会用这个账号出示 QR code 才能乘车。点进来之后会看到这边有4个选项，一个是小吉田往返的车票，那一个是单纯的周游券，然后2日跟3日的，这边就依照你的需求选择。我这次的话是单纯购买3日的周游券，费用的部分我也放在旁边，大家可以参考。点选完后，你就可以选择你的付款方式，付款完之后就 OK 了。然后这边就会给你一个 QR code， 当天才能开启。那这个 QR code 的话是没有办法截图使用的，而且一个 QR code 只能使用1只手机。如果你是2个人的话，就必须要有2只手机。接下来会照顺序介绍我们比较会常用到的交通方式。海盗船的去程是从桃园台到箱根町港，回程的话是从原箱根港到桃园台，回来的时候千万不要搭错。时刻表来这边，连结的部分我一样会放在下方说明栏。缆车跟海盗船都会因为天气状况停运，所以大家出发前建议先到官网查一下运行状况，连结一样会放在下方说明栏。登山电车的班次比较多，平均大概15分钟到20分钟会有一班车，那班次我一样会放在下方说明栏。巴士要上山或是下山的话，我比较推荐这条路线，这条 H 线大家可以记下来，它的班次比较稳定。路线是从原箱根港到箱根汤本，再到小田园车站，非常的方便。
那我这次住的背包客栈非常的可怕，不是很推荐。如果你也是要找背包客栈的话，你可以留言，我会默默的告诉你我住的是哪一间。那我在这边就不公开了。如果有问题或是其他看不懂的地方，可以留言问我，我都会回复哦。下一集会介绍从小田园站到伊豆，带大家去看抹茶蛋糕做的山，还有河津的小众景点。记得关注我哦，拜拜。